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课。在讲课之前，大家请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誓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先闻思，然后好好修心，等成佛了以后，去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呢，我们讲今天的这个课今天的这个课叫做这个显密双运的这个行为转为道用的方法，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是君美林巴，就是智悲光尊者写的一个这个修法。这个上次我们讲过我们平时都在说佛法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大家都这么说，佛法要融入到生活当中，那这个话就是说的没有错，佛法就是要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能够佛法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的话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第一个不会这个造业，第二个我们生活的更有意义，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就每个人一定会很幸福，所以佛法这个融入到生活当中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如果我们佛法不会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的话那我们平时每天修行的时间就一般都是不超过1个小时、2个小时2-3个小时，那剩下的这个20几个小时当中，我们就不能这个修行，不能修行了，那这么长时间就浪费掉了，所以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佛法如果能融入到生活当中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生活不仅是这个变得更有意义而且每个人都这个活得比较开心这样子。那我们曾经讲过这个如何病苦转为道用，然后呢最近也讲过了这个如何面对这个幸福和痛苦，也就是说这个幸福和痛苦怎样这个转为道用，这些都是佛法融入生活的这种方法，那今天呢就讲这个行为行为当中呢就包含了很多，这不仅仅是痛苦，也不仅仅是幸福，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行为吃住行我等等很多的这个行为都可以这个转为道用今天就讲这个方法，这个我觉得我们都这个大家都对大家来说这个很重要，这个见解，从见解的角度来说观点见解的角度来说，尤其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按照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教言，那莲花生大师说这个我们的观点，也就是说见解见解需要开放开放的意思就是说见解呢，因为大圆满的见解或者是这个密宗的见解或者是大乘佛教的这个中观的见解，这些见解都是非常的这个开放开放的意思就是说
证悟空心啊，证悟空心了以后，任何一个这个善恶啊等都这个感觉到这一切都是这个如幻如梦，那就是证悟了这样子的这个见解的人来说一切都是像这个虚幻的这个世界这个当中呢，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东西，所以对这个人来说，这种人来说善恶等等也是这个如幻如梦的，杀盗淫妄也是如幻如梦闻思修心也是如幻如梦，那对这种人来说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这种界限，已经超越了这些约束，所以见解是很开放的，但是呢，行为就是莲花生大师说，行为一定要很保守，行为一定要很保守，如果我们的行为就是跟着这个见解这样子的话，就跟见解一样的话那就是出问题出什么问题呢？比如说这个本人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成就者的话对他来说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其他的众生都不会理解，不理解这个人的这种行为没有任何这个约束的这种行为无论是藏地的也好汉地的也好，印度的也好，很多的这些过去的真正的成就者，他们的这个行为是超越一切约束是这样子，对他们本人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密宗里面讲的这个像无肉无甘露等等，也就是为了打破这些约束就是强制性的手段或者是一种比较极端的这个手段来这个让人超越这些这个约束是这样子，他本人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其他的众生就不能理解，所以这个行为是一定要很保守的行为我们还是莲花生大师也说了，行为就是要按照小乘佛教的这个戒律小乘佛教的戒律里面怎么讲就怎么做比如说小乘佛教的这个出家人呢无论是密宗的也好大乘佛教的也好都要按照小乘佛教的这种出家人的这个戒律去办事然后按照这个小乘佛教的这是这个行为要这个保守但是呢见解也这么保守的话那就是太执着了就见解没有超越这些约束的话那就是心里面就是充满了执着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等等等等，这么多的这个可以不可以好与不好善与恶这么多的这些分别这么多的这个约束都是执着所以这个见解不能按照这个行为的去做所以见解要开放但是呢行为就是要保守行为要保守，这个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密法，也就是说大圆满和这个尼玛巴的这个无上密宗的这个要求那除了尼玛巴以外其他的这个密宗是不是这样子呢？都是这样子。
所有的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密法都是这样的，见解是很开放因为证悟了这个空性，证悟了这个光明的时候呢，在这当中在这个光明或者是这个空性的境界当中，本来就是没有什么约束，本来就是不存在不存在什么这个可以不可以、善恶好坏高低左右等等的这些现象，本来就是不存在的，这些现象本来就不存在，所以是很开放的，没有任何阻碍。这个见解就是证悟了这个空性的时候呢，就是一片空性，一片虚空，一片光明这当中呢，已经消失了我们的这些就常识当中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这个人的这些我们人创造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规矩或者是我们佛教也好其他宗教也好，他们制定的这些戒律我们常人的规矩规定或者是这个所有宗教的这些戒律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已经是不存在了消失了所以见解是很开放的，但是证悟了这个证悟了这样子的这个境界的人，他的行为不应该是这样子，那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为了自己就是因为因为保护众生的这个根基，众生的根基，保护这个考虑众生的情绪，所以这个他们的这个行为呢是很保守的，还是要按照这个菩萨戒还有呢小乘的这个出家人或者是居士的戒律，还有就是大乘佛教的菩萨戒，就是按照这些戒律去做事情。这两个是有是这个见解和这个行为这两个当中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这个我们上一次也说了如果佛法要融入到生活当中的话首先我们需要什么呢？首先就是要有佛法，才能够融入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根本没有我们的心力根本没有佛法的话，那我们拿什么东西去融入生活当中呢？那就是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融入这个生活当中。所以首先要有这个佛法，有了佛法，有了正知正见有了出离心和菩提心以后呢把这些东西我们可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这就是真正的这个佛法融入生活当中是这样子。我想很多人的这个很多人对这个佛法融入生活当中的这个理解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样子理解呢？很多人觉得，比如说经常去这个做义工就需要的地方有灾难的地方去做义工，然后呢平时自己不用的一些东西拿出来这个捐捐给有用的地方就是等等就是这些行为就是认为是这个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还有就是这个人天佛教，这些是不是这个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呢？这些是我们这个不能否定，这个是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但是呢，如果心里没有慈悲心，没有出离心这样子的话，
比如说我们去也去这个做义工，那这个做义工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个目的没有建立在这个利他之心，没有建立在利他之心之上，这样子的话，它是不是佛教呢？它不是佛法。这样子的慈悲心外道也有，这外道也有，这个不是佛教特有的东西，外道也有，很多宗教也这个提倡这个爱心或者是这个慈悲心，所以这个都谈不上是这个佛法然后呢，自己不用的东西也好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也好去捐赠还有就是宣学等等宣神把自己身上的一些器官都这个可以宣但是这些东西呢，如果这个目的如果不是这个利他心的话，那这些也不是佛法了，那只能说这个就是做好事，是做好事，但是还不算是这个佛法，也就是说没有出离心跟菩提心的话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融入到生活当中就是说我们没有什么佛法可以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去，平时这个义工等等，这个不一定是佛法这不一定是佛法这样子的这个行为，这样子的这个爱心的奉献社会上的好心人都有，善良的人都有其他的宗教也有，所以这些不一定是这个佛法那我们首先要知道佛法是什么然后就是要知道怎样去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这个非常重要平时我们要注意3个问题3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也好整个这个生命轮回当中也好主要的3个问题，一个就是贪欲心贪财贪名声贪所有的这些实践的东西都叫做这个贪欲心这是就使我们这个就是使我们流转轮回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因素之一贪欲心这是一个问题。第2个问题就是自私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自私第3个就是更严重的就是执着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一样执着这3个因为有这3个问题，所以我们永远都在这个轮回当中没有办法获得解脱，就是这3个我们平时要修真正的佛法的话，那就是要这个针对这3个这个问题的这个对峙就是才是真正的佛法那第一个这个贪欲心的这个针对贪欲心的这个对峙是什么？就是出离心是出离心就有了出离心以后呢，我们可以断除或者是控制或者是减少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一个这个贪欲心贪欲贪图这是第一个第2个自私的这个对峙就是菩提心需要有菩提心有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可以对峙这个自私这是第2个第3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证悟空心证悟空心证悟空心了以后呢，所有的这个执着这个执着当中呢这个贪图
自私啊，全都已经包含了啊，全都包含了，就是真悟空性这个是最关键了啊！我们以后学法的时候，修行的时候，就是要修有针对性的，就是要针对这三个问题的这个对峙，这三个问题的对峙就是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和这个空心见这三个，尤其是空心见没有空心见，我们没有办法放下这个执着，放下执着。那禅宗里面不就是经常讲放下，放下，放下怎么样去放下呢？放下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暂时对这个生活升起一种厌烦心厌烦心，厌是悲观的心，然后呢就脱离这个生活到山里边去这个修心这样子这个是不是这个放下呢？这个不是放下，这个就是一个短暂的暂时的逃避这个不是放下放下怎么样放下呢？就是从根本上知道这一切都是如幻如梦，是一个梦幻的世界，对这些东西都没有这个执着，这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放下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对任何一个东西有执着这个东西呢对我们一定带来巨大的痛苦对任何东西有执着这个执着这东西有可能是钱财有可能是人有可能是像名声地位之类的东西凡是对任何东西只要对它有执着越有执着的东西越是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东西这个是肯定的。我们对任何这个世间的有漏的法对这个世间的任何一个东西有执着的话，那这个东西对我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痛苦呢就是已经超越给我们带来的幸福这是肯定的，这一点的道理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要断除这个世间的所有的这痛苦所有痛苦的话，首先断除的是什么？就是要断除这个执着断除执着。外道有些印度的外道他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认为这个轮回可以直接断除直接断除，他不去寻找这个因素直接断除，所以就是不穿衣服跳楼这个自反等等的来源是什么呢？他认为这样子把自己的身体毁掉了以后呢就可以成就了可以成就这是他的错误的观点他们还没有找到这个轮回的真正的根源他们还没有找到这个痛苦的根源我们为什么这么痛苦呢痛苦的原因这个上次我们也讲了，我们反复大家共同的观点是什么？我们的观点是我们认为这个痛苦都是来自于外界来自于外界人或者是物质或者是其他东西给我们带来这个痛苦。我们认为这个痛苦的原因就是在外面其实这些痛苦的这个根源有些时候呢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外面，是在这个外界这个物质生活等等这个当中
有些时候是这样子，这个没有办法否定，但是呢，真正的这个痛苦的根源不在外面，就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内心当中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就是很简单，就是执着就执着，但是要断除这个执着很难这个是非常难的尤其是我们用这个宪宗的这种保守的这种方法去断除，就是更难了更难，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好的这个方法更好的方法，快捷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这方法就是密宗里面讲的这个真无真无空性。那这三个就是佛法这三个就是佛法。那我们佛法要融入到生活当中，就把这三个要融入到生活当中去如果没有这三个一个都没有，出离心也没有，菩提心也没有真无空性就更没有。这样子的话，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融入到生活当中了，没有就没办法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就做义工等等，这个就不一定是佛法了，不一定是佛法。佛法要融入到生活当中的话，那就是要把这三个首先要有有了以后去融入生活当中，这个是非常重要那我们今天这样的这个课里面呢也有宪宗的也有这个密宗的方法宪宗的方法比较多，密宗的方法不是很多，但是也有，所以就是一个宪密双运的行为转为道用行为是什么呢佛教里面讲四种行为四种行为那我们平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把所有的行为所有的这个人的思想的活动运动，身体的运动，这些都叫做行为吃住走我，这些都叫做这个行为那我们现在把这些怎么样转为道用就讲这个方法，这个叫做行为转为道用这个不一定是这个痛苦也不一定是这个幸福，这就是一个行为行为转为道用今天讲这个方法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这个懂得怎么样把行为这个转为道用的方法然后呢平时通常就把这些事情落实到这个生活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平时这个工作的同时上班的同时做这些实践法的同时，也可以积累了很大的这个资粮积累了很大资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而且这些也不需要费很长时间做其他的工作的同时也可以做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这个书里边这样的去落实我们经常也在讲我们懂很多修法了因为现在绝大多数的人都在这个学习小组当中学习了什么入心论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言教还有这个大圆满信息修习很多的这些非常非常殊胜的这些论点都听了学了然后考试了考试及格了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在这个要落实到自己的这些行为上落实到这个现实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做的还是有这个不足的地方我们不能说没有落实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是有的。首先这个要肯定
是有，因为大家都很虔诚大家都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能力都在这个断恶行善精进的这个闻思修行这是非常好的进步。首先我们要肯定但是呢我们很多事情还没有真正的落实到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定要修心我们要学很多论点，这个也是非常好很重要。光是闻思根本不修心的话的闻思也有闻思的这个好处闻思也就是有闻思的这个能力根本没有修行，只是闻思的话，那我们建立了这个新的人生观新的这个价值观，这样子以后呢很多问题也就是想明白了虽然是没有修但是呢跟其他人是完全跟其他的这些这个没有系统的学习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观点上就是不一样观点上不一样的话，那很多这个时间上也是有不一样的但是呢闻思只能做到这一点要真正的这个要这个落实的话，还是要修心我们讲完了这个以后这个内容呢有一部分的内容这个像入心论这些当中也有一部分的内容是其他的这些像入心论还有这个平时我们学的这些论点当中是没有的那这个希望我们能做到这样子的话，我们每次每一天的这些工作，每一天的这个行为都变成有意义的都变成这个成佛的这个质量这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了就是这样子那我们首先就讲这个从这个书里边就讲从早上刚刚醒过来的时候开始讲从那个时候开始讲，然后一天的这个所有的行为然后呢最后晚上睡觉这个到这个之间的所有的这些行为怎样去这个转为道用，讲的是这些，这非常重要首先我们讲第一个早上刚刚从这个梦里面也好从这个睡眠当中醒过来的时候一睁开眼睛就是第一次就是看到今天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想怎么样去想发什么样的愿首先是讲这个平时我们从这个早上从这个梦里面或者是从这个睡眠当中醒过来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很稀里糊涂的没有什么观点，也没有什么这个发愿，没有发什么愿然后就匆匆忙忙的洗漱吃饭，然后去上班就是这样子但是修行人在这个时候第一次看到就是今天的这个世界的时候首先要做什么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每一天这样子做的话就是1个星期2个星期以后呢这个就已经是习惯了习惯了以后呢每次从梦中从睡眠当中醒过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会发这些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一个我们这个从梦里从睡眠当中醒过来了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我们是从这个睡眠当中苏醒过来了，苏醒过来了，从梦中苏醒过来了是一个很虚幻的东西当中呢苏醒过来了，醒过来了或者是一个很不知不觉的一个无明的状态当中是比如说像一个深度睡眠当中突然醒过来的话，那是一个无明黑暗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当中走出来了走到今天的这个新的世界当中来了那这个跟什么样的东西比较相通呢这个就是我们从无明当中醒过来了证悟空性走到了佛的这个清净的刹土这两个是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较相同的要发相同的愿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发愿发这个心愿祝愿一切众生这个时候要想到愿天下所有众生从无明黑暗当中苏醒过来能够成佛这样子发愿这个每天早上刚刚醒过来的时候这样子发愿这是我们的这个今天的12个小时的这个或者是昼夜的第一个开始的刚刚睁开眼睛时候的这个念头是这个应该是这个要发这样子的愿发了这样子的愿以后呢我们就是仅仅是依靠这个发愿依靠这个念头就积累了这个很大的资粮平时我们从这个睡眠当中醒过来了匆匆忙忙的这个起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积累任何这个资粮没有积累任何资粮因为我们很多都不知道这些修法没有这些方法那就没有积累什么资粮这些过程实际上是可以转为道用的但是呢我们没有转为道用没有转为道用那这些都是浪费了这些机会每一天都有这个机会每一年都有365次这样子的机会但是呢我们已经是20多年30多年40多年过去了每一年的这么多365次的这个机会也都过去了但是从来没有这样子发过愿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没有这个修法没有这个方法所以都浪费了那从现在开始我们每天早上就是要这样子这个发愿从睡梦中醒过来的时候这样子发愿这是一个然后同时就是要那个时候要发誓坐在床上还没有起床之前发誓我今天这个一天一定要做到有意义今天的我这个生命我一定要做到有意义意思就是说我今天一定要根据我的时间根据我的这个能力去尽量的去行善闻思修等等有意义就是这个这个时候就坐下来要发誓我今天一定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我今天一定要把我的这个生命作为有意义的不能过一个没有意义的生活这样子发誓这是第一这是第一然后第二是我起床的时候了起床的时候这个发愿发完了以后呢开始起床起床跟什么样的东西比较接近比较相似呢
起床就是从佛从这个发生当中从发生的状态当中就幻化出佛的这个化身去度化众生。也就是说，佛的法身当中显现出报身和化身度化众生。这个跟我们这个从睡眠当中醒过来，然后呢醒过来以后就是起床开始做工作这个是比较这个比较相同的某种程度上是比较相似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发心发心愿一切众生能够得到这个法身然后从法身当中再显现出报身和这个化身能够度化一切众生，能够度化一切众生，这样子这个发心发愿。这样子发愿以后呢，我们把起床的这种这个行为已经是转为道用了刚才从这个睡眠当中醒过来的时候这样子发愿，那我们把这个睡眠当中醒过来的这个过程也是一种行为把这个行为呢转为道用了转为道用这是第二。第三就是起床穿衣服的时候穿衣服的时候就是要发愿愿一切众生愿天下所有的众生具有具有这个惭愧这样子的心因为我们没有惭愧的心的话，那就会做很多很多这个罪业去杀盗淫妄都没有这个忏悔或者惭愧的心有了这个惭愧心以后呢都每个众生都很自觉的去尊重因果尊重因果护持戒律，这样子就是不会造业这样子发心这是第三然后第四系腰带的时候就是这个想愿一切众生都能够都能够这个善根都愿一切众生的这个善根都能够成为双运的善根什么是双运呢？就是智悲双运智悲双运还有就是圣义谛和世俗谛二谛双运。世俗谛当中行善，圣义谛就是证悟空心就是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行这个如幻如梦的善愿一切众生都能够修这个智慧还有这个方便双运的这个资粮福慧双运的资粮，愿一切众生都能修福慧双运愿一切众生都有机会修福慧双运这样子发心这是这四个这四个是从这个醒过来到这个穿衣服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些行为转为道用这过程当中的几种不同的行为转为道用这样子然后呢然后这个做沙发穿了衣服以后到客厅去做沙发的时候或者是做任何一个做地上也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发愿这个做这个做沙发也好做凳子也好做这个地上，这个跟什么相同呢？这个当年
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在印度金刚座座上一坐，就是真悟这个佛的果位这两个呢就是有一点点相同当然不可能完全是相同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每次我们做杀法的时候或者是做灯子的时候呢，就要要发愿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金刚座，这样子发心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金刚座。获得金刚座的意思是什么呢？获得金刚座就是这个经过了这个菩萨的实地，都经过了菩萨的实地最后一个实地的最后的时候，就是获得金刚座这个时候呢，一坐这个金刚座，然后在一坐当中证悟了成佛了就是这个意思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这个金刚座这样的发心这是一个然后呢，我们每次进门的时候出去上班进办公室的门也好回家进自己的门也好进门的时候，进房间的时候呢就是要发愿一切众生能够进入解脱之门愿一切众生能够进入解脱的城市解脱的城市解脱的城市就是什么呢？城市就是佛的刹土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的就是叫做解脱的城市这样子这个发愿这样子发愿的话，平时我们做杀法从来也不去想什么就是坐在这个沙发上，没有把这个行为转为道用但是每次如果我们能这样子想的话，这个坐也就转为道用了然后呢，进门进房间平时这个行为进房间就是进门就是进门然后我们也不去发愿，也不去怎么样，所以这个进门这个行为它就是不属于道不属于道但是呢，从此以后我们依靠这个进门的行为，然后这样子发愿的话呢，它就是变成这个菩萨道，它就变成菩萨道，这叫做转为道用，本来就是一种行为而已，跟道跟这个菩萨道没有什么关系的行为但是呢，现在通过我们的这种发心发愿愿力把它变成这个道，变成菩萨道，这个叫做转为道用平时是这样子然后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如菩萨行论的这个广解里面广识里面讲了很多其他的，有一个佛经里面呢，有一个经是就是专门讲这个行为转为道用的，有很多这些我们都可以参考，像如心论之类的里面很多那这个地方就讲这些了。然后呢，最后这个睡觉的时候呢，睡觉跟什么东西我们进入这个睡眠的状态，这个跟什么样的东西比较相通呢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就这个实地之后进入从实地的最后一个瞬间进入第11地进入第11地，也就是说真正的佛这两个比较相同这两个比较相同，尤其是这个密宗里面呢，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次了
这个轮回的五种起源说啊，这个当中呢，我们讲过这个道理啊。这个我们每一天呢从这个从睡眠当中苏醒，然后就是白天工作，然后晚上再进入这个睡眠这个也是一个轮回，就是一个24小时的轮回，是一种轮回。这个24小时的轮回跟我们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大轮回的这个方式，这个过程这是完全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呢，这个时间短，只有24小时就是一个24小时的轮回。这是时间的长短而已其实这两个是很相同的。进入这个睡眠和当我们这个尸体的最后间断了所有的这些仪式，包括阿赖耶识，这个时候也就是彻底的间断了，间断了所有的念头，所有的念头进入了这个智慧的状态，5年的状态。这个5年跟我们平时这个5年阿赖耶识的状态当然是不一样这个跟这个成佛的时候是比较相同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睡眠之前我们要发愿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法身愿天下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得到法身得到法身的果位这样子这个发愿这样子发愿了以后呢，我们把这个进入睡眠的这种行为睡觉的这种行为也就转成这个这个转化为道，转化为这个菩萨道了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做梦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发愿，但是这个我们目前还做不到这个做梦有一种这个梦的瑜伽这个六种音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个藏密密码吧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藏密里面都有这个梦的这种瑜伽梦的瑜伽就是说我们做梦的时候，梦的这种初期阶段的这个瑜伽是首先在我们做梦的时候很清楚的这个知道自己在做梦平时我们是不知道的不知道这个修了这个法以后就知道自己在做梦那至少是有这个基础的人才可以发这个愿我们平时就是不能发这样子，没有办法发愿。那这种人呢发什么愿做梦的时候立即知道自己在做梦那这个做梦跟什么样的这个东西比较相通呢平时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也是这样子的如幻如梦的东西就是像晚上做梦时候梦境和完全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发愿愿一切众生能够证悟一切法都是如幻如梦如幻如梦这样子发愿但是这个不容易了宗喀巴大师也讲过在这个梦瑜伽当中呢知道自己在做梦这个不难意义也不是很大这个不难最关键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做梦的时候要知道要知道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切现象也就像现在我看到的这个梦境一样的这个不真实不真实的要证悟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梦瑜伽里面的比较重要的意义比较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个梦瑜伽
六中阴里面有那个像挂居派啊，其他的这个教派当中呢，有这个那若巴的这个六法当中有还有那个格鲁巴的这个密集金刚当中呢有五种次第的当中也有那尼玛巴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修法，这个六中阴当中也有这个修法，有很多很多非常具体的修法，但是这些修法就对我们这样子还没有修加行至少连这个数量上都还没有完成一遍这个加行的人来说，这些修法没有什么用了又没有用我们比如说我们前几年讲的这个机制的修法机制的修法这个机制修法我讲的这个机制的修法是这个六中阴六中阴里面的机制的修法，尼玛巴的六中阴的机制修法那六中阴属于什么呢？六中阴就是属于大圆满六中阴就是属于大圆满那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这个六中阴的这个我们这样的这个机制的修法，也就是大圆满的机制的修法但是我们有没有修呢修了有没有什么效果呢修了有没有什么结果呢没有，都没有，也没有修，也没有效果，也没有结果，就是这样子那大圆满的这个机制修法是这样的，那大圆满的其他的修法也就是一定是这样子那是为什么呢？那是我们的基础还没有打好，就是这个原因，或者是我们听了很多法然后一个都不落实，一个都不修，就是这样子，永远都是这样子我们不会有任何进步，这一点一定要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很向往很羡慕这个大圆满但是真正的大圆满的一部分我们讲出来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大圆满修起来了以后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那就是其他的大圆满的其他东西也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修法是要修的不修的话听了很多也没有用的那我们现在这些讲的这些呢，现实生活当中真正能够用得上任何一个人只要认真一点1个星期2个星期以后呢，都习惯了，每一次进房间的时候坐沙发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个穿衣服的时候每一次都会自然而然就可以想的，那个时候就可以能这个发这个愿这是很容易的这是一个修法另外一个修法呢它是这个做饭时候的一种这个修法做饭的时候首先煤气炉一打开这个火一出来的时候要观想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首先知道火是什么我们讲过这个密宗的这些概论密宗的概论讲过，去年讲过前几年也讲过大幻化网里面的这个有些东西讲过了还有这个文解脱文解脱里面的就文武百尊里面的一些观点也讲过了文武百尊它是属于什么呢？它是属于大圆满文武百尊文解脱就是属于大圆满属于大圆满。那这个里面的一部分的观点我们讲过这个里面的一部分的观点也是大圆满那个里面讲了火是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五种五大种就是
风火地水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就是五大种，就是化学的元素但实际上它真正的它的这个本质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就是佛的坛城本质是佛的坛城。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不清净，这个不清净的现象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这个无明，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无明。那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无明不存在或者是断除的话，那它的本质是什么呢？这个我们无明的之后，这个幕后的真正的它的本来的面目是什么？就是佛的坛城那佛的坛城佛的坛城当中，这个火是什么呢？火就是白衣佛母白衣佛母它本身就是白衣佛母。那怎么样理解呢？这个我们去年讲过，前年也讲过了，现在就不需要说了，大家应该也就懂这个道理。那它是它的本体，我们的火的这个本体是本身就是这个白衣佛母，但是呢，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业障一点也没有清净的人来说，它不是白衣佛母，就是火，就是火。业障清净的这个佛来说它的本体是白衣佛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无论我今天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样的火但是它的本体它的本质是白衣佛母。首先要知道这个是密宗的观点。然后呢，在这个火的中间观想一个红字嗡阿吽的这个红字，藏文的红字然后这个红字呢，然后再变成这个金刚空心母，金刚空心母，金刚部佛的这个物部当中的金刚部的一个空心母。什么样的空心母呢？身体深黑色，然后就是一面二鼻手里的这个法器是金刚和铃金刚和铃右手是金刚杵左手是铃金刚铃。然后呢，在这个坐着的坐在这个莲花上坐在莲花上然后这个右腿右腿是盘腿一样手然后盘着的左腿是这个像莲花生大师的这种姿势，一般是这个叫菩萨的这个姿势不是盘着的这个左腿是伸在这个莲花外面这样子观想，这个是金刚空心母，然后身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装饰，也就是像金刚萨埵呀或者是这个报身佛的这些装饰报身佛就有报身佛的装饰这个跟其他的这个密宗一般的密宗里面的这些空心母呀，这些都是基本上一样有一个不同就是张开嘴巴的张开嘴巴，然后呢舌头它的舌头观想为十方三世所有佛的这个舌头也就是总体，实际上也是十方所有佛本身就是一体就是显象上不一样，实际上是一体观想为这个十方所有佛的这个舌头然后呢这个观想完了以后呢在这个做饭之前就是准备一点沙子沙子河里边的沙子放在前面，
这个之前就要准备好，这个我们每一次都要做饭的时候要这样子观想啊，那这个之前就要准备好，就是前面放一点沙子然后我们观想在我们的心脏里面从无始以来所积累的这些所有的这个罪过罪过就观想为本质就是罪过它的这个外边呢就观想这个外向，就是要观想一个袜子袜子上面有一个圆圈，藏文的袜子藏文的袜子上面有个圆圈，这个叫做vam观想为一个vam字一个黑色的这个字黑色的这样子的字然后身口意所有的这个罪业都集中在这个vam这个字当中它是这个字就是代表我们从无始以来所造的这个身口意的这个罪业也就是说我们从无始以来所造的罪业现为一个黑色的vam字巴帕瓦玛的这个瓦字上面一个圆圈vam字丸子这样子观想然后呢这个肚脐下再观想一个拉拉下萨的这个拉上面又是一个圆圈这个叫做ram ram 这是火的种子火的种子观想一个这样子然后呢这个脚上观想一个yam也是呀ra呀的呀上面又是一个圆圈它是凤的这个种子四大种里面的凤的种子然后这个脚底下的这个yam字然后就它本身是凤的种子，然后就产生了风然后就是接触到这个肚脐下面的这个燃，它是火，然后就燃烧把这个火点燃了脚下的这个烟，它本来是风它是风的种子这个起风然后这个风就点燃了这个肚脐这地方的这个燃，这个燃一接触到这个燃字呢，立即就点燃了。那这个燃字呢这个火焰就是通过这个身体的内部往上走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刚刚心口观想一个万字把它推上来就是像我们修破瓦的时候一样把这个火焰把这个万字推就推到往上推然后最后呢从鼻孔里面排出来这个万字这个时候观想这个万字呢变成一个蝎子蝎我们吃的那个蝎然后就观想在就进入这个蝎从鼻孔出来以后就进入到这个沙子融入到这个沙子当中，那么跟沙子就是变成一为一体，变成这个一为一体然后呢就念这个嗡阿吽念多少都可以念多少都可以然后这里有一个这个嗡阿吽，念嗡阿吽以后呢，观想这个沙子和刚才我们的这个罪业全部通过嗡阿吽三个字的力量转化为甘露这是观想。然后念一个这个咒嗡班子的扎卡卡卡和卡和萨瓦巴邦达那那达哈那甘米格热伊
俄的耶哇哈就念这个啊，然后就是念这个，念几遍以后呢啊，拇指和对，拇指和食指这两个把这个沙子抓一点这个沙子啊，然后就扔到这个火里啊，扔到这个火里边。那这就是观想啊，所有的这个罪业啊，意思就是这整个过程当中啊，他在观想什么呢？把我们自己的这个从无始以来的这个罪业，通过这些咒语的力量，把它转化为甘露，然后就是融入到这个金刚空心木的口中啊，嘴巴中，这样子以后就是消除业障啊，这是一个这样子的观想的方法来观想。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念百字明啊，念3遍，念百字明念3遍，百字明念3遍，然后再念班字么的时候呢，啊，这个我们刚刚观想的这个金刚空心木啊，金刚空心木就是回到法界当中啊。刚才我们观想了，观想以后呢，然后它又回到法界当中，也就是说融入到法界当中。这个就是平时佛啊从法身当中显现啊，然后度化众生的这个事业完毕结束了以后呢，它又融入到这个法界当中啊，这样子。也就是说，一个我们从世俗的生活的比喻，比如说我们请一个人出来吃饭啊，吃了饭以后呢，然后又送回去啊，送到家里边啊，这样子的道理。然后就班字么，念一个班字么，然后这个时候呢，啊，我们观想这个金刚空心木，就是融入到法界当中。念这个3遍百字明的时候，要具备4力啊，要具备4个对峙力，念这个班字萨多吽。最后这个完了以后呢，啊，回向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啊，这个忏悔的方法。这个每次啊，我们啊做饭的时候要这样子观想。这也是这里面又有观想啊，又有念咒啊，也有这个4个对峙力，有很多的方法在里面，所以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平时我们就准备一点这个沙子啊，放在这个煤气炉的旁边啊，每次做饭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子。这样子就是把这个做饭啊、炒菜啊这个行为，平时我们啊这个比如说杀鸡啊、杀鱼啊那样子的话，这个行为是罪业啊，罪业。后来呢，学了佛以后就不杀鸡了就不杀鱼了啊，然后泥鳅、黄鳝这些我们都不杀了不是罪业了，但是也不是行善啊，什么都不是了。这是一个做饭炒菜而已啊。那现在就是通过这种方法的话，那就是从此以后啊，做饭炒菜啊，都变成了这个菩萨道啊，都转化为菩萨道，这个多有意思呀所以这个要观想啊，观想不是很复杂，很简单。金刚空心木这些如果观想的非常清楚的话，那当然也很好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那就是在这个观想的时候还是要认真专心一点那样子心里想也可以那样子心里想就可以了。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心里这样子想也有效果，一定有效果的这是做饭的时候的行为转为道用这样子的。然后走路的时候走路怎么样去这个转化道用呢本来走路它有3种情况
一个是善，一个是恶，一个是无记啊，不善不恶的无记。这个我们曾经讲过了，在慧灯之光里面也有啊。这是这个不仅是密宗里面讲，这个显宗的这个大乘阿毗达摩经啊里面有这个啊。比如说啊，我们就是这个走路啊，那这个走路它是善还是恶啊？怎么样去区分呢？就是要看这个人的这个走路的人的动机啊，他为什么要走路啊？他走这个路他要想干什么？就是要看这个动机。比如说想去放生啊，或者是做善事啊，走路开车这样子的话，在这个整个过程啊都是善，都是善。如果一个人想去偷东西啊，或者是想杀生啊，那就是走路的话，这就是罪啊，这就是不善。那另外一个人就是没有这样的，他也不是去放生，也不是去杀生，就是只是去上班啊，没有什么其他目的。这个就是这个叫做无记，不善不恶的无记啊。平时也有3种，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无记就可以转化为菩萨道，转化为菩萨道。怎么样转化为菩萨道呢？这个时候我们观想这个时候要这个观想啊，这就是一个观想观想一尘当中有成数的这个佛的这个插图就是说一个微尘一个粒子上面有无数的，就是像恒河沙数释迦牟尼佛经常用这个恒河沙数来比喻恒河就这么大的一条印度的河，这里面有就数不清的这个沙子，就是这叫做恒河沙数。那每一个微尘上面都有恒河沙数这么多的佛的这个世界，佛的坛城那我们走路的时候，也就是观想转绕这个恒河沙数的佛的插图心里这样子观想，这是走路的时候，这样子的话，走路的行为可以转化为道用了这是一个。然后穿新衣服的时候新衣服名牌衣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怎么样把名牌衣服这个转为道用呢？我们首先念这个梭巴这个后面有一个这个字一个咒，这个咒就是平时我们观想的时候修本尊法的时候，这个之前都要念这个咒念这个咒，这个咒的意思就是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一切法都是空心，这个意思这个咒的意思是这样。然后念这个咒，同时我们观想这个名牌衣服也是空心是空心，观想为空心。然后从空心当中有一个这个公平的种子，这是大他大那的这个大下面加一个ra，然后上面一个圆圈障这个叫做障是所有的公平的这个种子然后从这个空心当中再观想一个藏文的这个藏然后呢我们这个再观想这个藏这个字就变成了这个这个名牌衣服呢，现在是人间的衣服而已，再名牌也就是人间的衣服而已，人类的衣服而已。然后我们把它观想为变成天人的这个天人的衣服供的这个，在居士论里面讲了我们的人类的衣服再名牌也好，这是没有办法比的，那就变成这样子的这个衣服。然后呢就先供养这个自己的根本上师怎么样供养呢？如果自己根本上师在这个右手边的话就是把衣服
供养给这右手边然后呢右手的空中然后就是左手边的话，那也是那样子。这个就是表示供养给这个上师，然后呢再供养给这个本尊然后就是自己穿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穿衣服也可以积累资粮了也可以积累资粮。这个佛经宪宗里面也讲了。那我们实际上这个衣服我们的名牌衣服供养上师也不会穿供养本尊也更不会穿这个衣服但是我们心里这样光是想有没有用呢这个有用。一切善和恶都要看我们的动机都要看因缘一和善和这个恶都要看因缘一切法都是从缘起而生。那缘起的这个最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心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我们的意识。所以心里想这个供养根本上师供养这个诸佛菩萨，这样子的话还是可以得到同样的这个福报，可以积累资粮连穿新衣服都可以变成这个菩萨道这样子不是就更有意义吗？这是这个穿衣服那个转为道用的方法然后呢这个洗澡的时候洗澡这个很重要每天都要洗澡的，所以这个如果能转为道用的话，不就更有意思吗？平时我们没有意义了把水都浪费掉了，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现在呢，我们把它可以转化为菩萨道了，多用一点水也就值得了这是一个是这个沐浴另外一个就是渡河的时候这两个词在一起过河过河和这个沐浴的时候这两个我们可以转化为菩萨道菩萨道。那这个怎么样这个转化道用呢这个是显密双运的方法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水是什么这个刚刚前面讲的这个这个火是一样的水是什么呢从我们反复不清净的角度来说水就是水液体是一个这样子的液体液状的物质但是这是我们的不清净的现象不清净的现象不是它的本质不是它的本体。如果有一个八地菩萨他来看这个液体，他会看成是什么样子呢？他会看成是妈妈哥，就是一个无方佛的一个这个佛母佛母。那我们的这种现象，我们看到的这种现象是我们的不清净的现象那八地菩萨或者是十地菩萨，他看到的是这个业障清净的现象应该是他看到的是这个物质的本质我们看到的就不是这个物质的本体，那是妈妈个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水本身就是这个妈妈个佛母本身就是佛母它的本体本身就是佛母。无论我们看到什么样的液体什么样的现象也好它的本体是妈妈个。首先这是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这是一个然后呢然后我们把这个水观想vam，就是又是刚才那个vam巴帕瓦玛的瓦字上面有一个圆圈这个vam本体是佛母妈妈格然后这个心想这个这个现象上先是一个vam字，它的种子这个我们上次去年讲了这个生起次第
这个时候讲过这个原理啊，为什么密宗里面观想的时候呢，观想一个本尊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观想一个本尊呢？为什么首先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莲花轮这个莲花座还有日月轮上观想一个字观想一个字，它的种子字然后再把这个种子字呢，又是观想为这个他手里的这个法器，然后呢，在这个从法器这个上面发光然后最后再变成这个本尊每一次都是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过程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可以直接观想为这个本尊为什么首先要观想字然后再去观想这个法器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我们讲过了，去年我们讲过，但是讲的不是很广就是说我们的升起次第是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来亲近消除我们的现在的这种不亲近的现象那不亲近的这个现象呢，就是有投胎的这个阶段然后就是这个出生的阶段，然后就是成长的这个阶段那这个种子呢，它是消除我们投胎时候的这个不亲近的现象不亲近的现象。这个整个轮回，我们的生命轮回就是从投胎然后就是出生然后诞生，然后就是这个成长，最后是这个死亡就是一个人的这个整个生命的阶段就是这样子，过程就是这样子那把这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不同的环节用不同的方法来快速的把它磨掉删除删除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每一个不亲近的这些环节用一种方法去把它删除那就是因为这个种子咒的这个观想这种方法来删除我们的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个投胎的这个习气把它删掉就是这样子的原因，所以要观想这个字密宗里面的这些很多东西从表面上来看很多人也不理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没有人解释的时候不理解这个神秘的这个色彩非常非常的浓厚所以很多人也不理解。但是呢，这个就是里面我们去年也讲了，就念这样子的看起来非常凶猛的这个愤怒金刚的，它实际上它的内涵就是充满了慈悲心和充满了智慧，就是这样子首先是观想这个万字这个原因是这样，然后观想万字以后呢，然后把这个万再这个观想为再观想为这个水的这个佛母，也就是金刚佛母然后呢，然后就念这个咒班子人这个相当个的说话，念这个咒念这个咒，然后就祈祷这个金刚空心母祈祷什么呢清净我们的从无始以来所造的所有的这个罪业祈祷完了以后，然后最后这个金刚空心母发光变成这个甘露，这个甘露跟这个我们要沐浴用的这个水就是融入一体这样子就是这个水都变成了这个甘露
说是甘露，实际上就是这个金刚变成了这个金刚空心木，它本身也就是佛木了啊。那现在我们把观想这个佛木进水，就变成了这个甘露，然后用这个水来洗澡过河的时候呢，我们把整个这条河就是观想观想以后去过河这样子。这是这个一种这个方法，这是一种方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密宗里面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修法是快捷的很重要，但是呢没有灌顶没有灌顶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学有些密宗的书连看都不能看了所以我们就如果在座的这个人当中应该是大家都有灌顶应该是大家都有灌顶，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讲了，但是这个讲的内容不是很深如果这个内容比较深的话，那就是一定要看清楚这里面有没有人没有灌顶有的话是不能这样子讲这样子讲了以后，我们违背了这个密宗的要求但是这个内容不是很深，所以我们今天的要求不是很高，但是以后挺珍贵的这些密宗的修法是必须要有灌顶必须要有这个灌顶，要有什么样的灌顶呢？就是需要有这个无上密宗的灌顶，就是有具备4种灌顶的这些灌顶都叫做这个无上密宗的灌顶那个外密就是外密的这些灌顶呢，它不会有这个4种灌顶平时我们的阿弥陀佛的灌顶有些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观世音菩萨的灌顶呢，这都是外密的这些灌顶这个灌顶是不能代替无上密宗的这个灌顶。这种灌顶呢得到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听外密的修法但是不能听这个无上密宗的修法那以后大家要就赶紧找这个灌顶的人去灌顶灌顶是非常重要的灌顶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个灌顶不能随便灌，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次了，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灌顶的上师灌才可以，才算是真正的这个灌顶这个不能随便灌，这个我们以前讲过，今天就不再重复了。那灌顶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灌顶的话，以后我们讲一些密宗也是没有办法的。有些人灌了顶，但有些人也没有灌顶，那样子的话就没有办法讲了就要如果有人没有灌的话，那就是要赶紧灌顶这是很重要。灌了顶以后呢，赶紧修这个修外加行培养出离心然后再修内加行培养这个菩提心然后金刚萨埵的修法这些全部修完这整个这个加行修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可以考虑修一些这个密宗的修法但是这个加行没有修完的话，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想修密宗想修密法的话，首先要自己准备这个灌顶然后呢再去这个修无加行、外加行和内加行然后就可以修这个修这个密宗的修法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这样以后呢，我们把这个洗澡这个行为和这个过河这2个行为本来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常有洗澡但是经常不一定过河也过河，但这样子的行为呢现实生活当中经常都有，但是这个都不是跟这个菩萨道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现在我们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观想，方法去这个用这样子的方法就可以把这个洗澡和这个过河这种行为可以转化为道用了，就是变成通过我们的观想还有我们的念咒因为这个观想和这个咒语的能力这种行为都变成了这个菩萨道，变成菩萨道，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这是一个然后下面是吃饭吃饭的时候怎么样这个把这个吃饭的行为转为道用呢？平时我们这个吃饭有可能跟这个菩萨道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不但是没有关系，而且这个跟地狱有关系。平时这个吃饭跟地狱有关系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转化为道用转化为道用。怎么样这个转化为道用呢？首先这里面讲的是柔和酒酒柔就这两个问题了首先这里面突出的讲的就是这两个问题了那这个里面说柔和酒，首先是柔那首先我们要这个遇到这个柔死的时候呢首先要知道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大乘佛经当中讲过释迦牟尼佛说肉食我过去也没有开许过我现在也没有也不开许未来也就是不开许这个肉食佛说那样子的话这个佛经里面尤其是这个大乘佛经里面呢讲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肉食的这个罪过讲了很多这个第一，如果吃肉的话这个就不会有也就是说非常的这个影响慈悲心的成长或者是慈悲心的诞生这是肯定的那我们还是要考虑这个吃素这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呢这个我们也不能吃素跟这个学佛两个等同也不能这样子也就是说也不能吃素就是不能学佛也不能这样子要求，这佛也没有这样要求。如果这样要求的话很多人就不能如法的这个吃素那这种人这个也没办法这个学佛了就是断除这种人的善根，所以也不能这样子说。但是吃素在大乘佛教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不仅是显宗密宗里面也是这样子我们很多不了解的人很多不了解的人就是认为密宗可以这个吃肉开许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个学藏传佛教修藏传佛教的这个居士尤其是这个出家人也在这个出家人修行人也都在吃肉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密宗里面是可以吃肉的他把这两个就是混在一起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这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密宗的这个任何一个这个论点当中呢，他没有开许把肉当食品来吃他没有这样子开许过跟这个大乘佛教跟大乘佛教显宗的这个经典和完全是一样的这个我们讲过，大圆满里面也是这样，也有大圆满的记载然后呢，释论金刚也是，释论金刚里面也讲
尤其是这个十轮金刚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了，十轮金刚里面这个柔实啊讲得非常的严重，讲得非常严重，这个比一般的这个大乘佛教显宗的经典还要严重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不是密宗里面开虚了啊，不是开虚。但是呢，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的这个情况下，真正没有办法情况不吃肉的话，的确啊，密宗里就是有一些方法，有一些咒啊，可以念一些咒啊，通过这些咒的力量啊，然后呢就把这个吃肉的这个罪业可以减轻啊，然后呢这个对有些众生也可以得到一些这个利益啊，这样子的方法有，但是呢能吃素的话，我们还是要吃素，我们不能说啊，因为我们念一句咒就可以这个减少这个罪业，然后也可以这个利益其他的众生，所以密法里面可以吃肉，不能这么说啊。密法里面密宗里面也严格的要求啊，这个不吃肉，但是呢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呢，它有一些这个方法，但是用这个方法去吃肉还是根本不吃肉，这两个哪个好？当然了这个根本不吃肉啊，这个是最好的。那我们最低的限度是什么啊？最低的限度，最低的限度就有些刚刚学佛的人啊，刚刚进佛门的人要求太高了，可能就是就有很多人很难做到啊。那这种人的话，最低的限度就是自己不去点杀啊，自己不去点杀啊，不去点杀啊。然后呢，家里的人啊要吃肉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就是吃素，这样子以后呢，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就家里的人的不了解不理解，然后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造很多的口业啊，然后造成很多的这个家庭的不和谐啊。这个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子的问题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能够克服这样子的困难，就可以克服这样子的困难，还是吃素。那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那有一个叫做这个禅宗里面讲的这个吃肉边菜啊，六祖慧能大师说，人吃菜边肉，我吃肉边菜啊，那就是我们就向六祖慧能大师学习啊，只有吃这个肉边的菜，也这样子，这个也没有办法啊，这也没办法接受的话，那就吃肉啊，吃肉的时候就是要念这个咒啊，然后呢，对这个不仅是光是念一个咒首先要知道这个肉是释迦牟尼佛永远都在大乘佛教里面永远都不开许的不允许的，我吃这个肉是罪过啊，首先要认罪，然后呢因为我的这个吃肉就导致了这个杀生导致了杀生也不是说因为我一个人吃了肉就导致了这个众生的这个死亡，这个不一定这个众生这个鱼也好这什么也好，它本来就已经是这个杀掉了这个也许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全世界的这个吃肉的人因为有这样子的一群这个肉食的这个人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屠宰那我们吃肉的人也就是这个吃肉的这个群体当中的一员所以也不能说这个动物的死亡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有关系的所以要对这个众生要发起这个慈悲心要发起慈悲心然后要发起真正的这个不造作的这个慈悲心然后再念这个不动佛的心咒我们刚刚的若赞的这个我们
这个放生的时候念的这个不动佛的这个心咒啊，还有就是念准提咒，还有就念这个细节陀里面的一些咒啊，念完了以后呢，就这个吹啊，这个给肉丝吹口气，这样子以后呢，还是比较这个就是说这个罪业就能够比较轻啊，比较轻啊，没有平时我们吃肉那么严重。那也是第一个就是认罪了啊，第二个就是发起了这个慈悲心啊，第三个念咒吹气，这样以后呢，还是有一些这个第一个就是对自己有帮助，减轻自己这个吃肉的这个罪过啊。第二个呢，对这个众生也有一些这个帮助那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只有这样子。但是这个所谓的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我们很难有这样子的时候这就是说，就在山上有些时候，譬如说过去青海湖的这个湖中心有一个山，你们都看见了，这个海心山那很多的修行人冬天就这冰封了以后呢，到那个山上去闭关闭关了以后，这个冰融化了以后呢，就是第二年有些时候这个结冰了以后呢，这个冰呢还是有一个有10几米这样子的这个水一直都不能结冰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些修行人他没有办法出来送粮食的人也没有办法去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海浪碰到这个岩石的时候，有些鱼类的东西鱼就在这个时候撞死了那个时候呢，那些修行人下去捡这个鱼吃有这样子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山上就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吃了只有这个鱼肉，就是依靠这个肉就维持生命这种情况叫做实在是没有办法不吃肉我们哪里有这样子的时间呢？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用这种方法去吃肉。那我们平时都没问题，家里的人不理解那没有关系，我们不跟他们计较去吃这个肉边菜去吃肉边菜，他不可能要求你不能吃肉边菜，一定要吃这颗肉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了。那就吃肉边菜要他们家里的人如果要杀鸡杀鱼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能劝他们就劝他们不要杀但是他们让我杀让我们杀，我们不杀这个是最低的限度，这个就是原则性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办法，根本就不能让步，这一点是很坚强的，这个坚决不杀要杀的话他们自己去杀但是这个能劝他们不杀就劝他们实在是这些都没有办法的话，那也不要造成这个家庭的这个矛盾每家每户都有这么多的矛盾的话，那谁敢学佛呢？没有人敢学佛了所以我们还是要考虑这个一些大的局面，顾全大局然后就配合他们去这个吃肉边的菜就等等这样子平时要这样子，就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我们不走极端的路，这个是佛对我们的要求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子，不能走极端，任何一个极端最后都是会失败的，任何一个极端都会导致很多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每一次无论是在佛法的修行上或者是这个世间法的这个处理问题上都不能走极端的路不要走极端的路，这样子的话
也不需要违背我们的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也不造成这个家庭的这个矛盾这样子是比较好的这个是对肉食的要求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这是肉食转为菩萨道的意思就是这个，但是呢，肉食完全转为菩萨道，这个就很难了，除非是密宗的这种修行境界非常高无肉无甘露，都是根本就是从本质上都是精通通达，是如幻如梦，根本没有这个执着，这样子的人有可能可以转化为道用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没有办法肉食转为道用，所以就是不吃，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吃肉，吃素这样子。今天就讲到这里。说那么的他这是把年都年你别的呢办学讲这个那结完了这把这边做连着做多少修